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编译生成的文件 build 文件。build 文件的话，就是我们通过编译指令，像 make p+sitl default， 或者是 make p+fmu v5 default， 然后编译生成就会生成这个 build 文件。build 文件下面就会有你编译过什么，就会生成相应的文件夹。比如说这里的话就有 AMVLab P450 default， 也有 p+fmu v5 default， 也有 p+sitl default 这3个文件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以这个 p+fmu v5 default 这个为例来讲一下。然后在 p+fmu v5 default 这个文件夹下面就会有一些可以刷写的一个固件，就由我们这边的右头最下面这个红框所示，就是点 p+4 文件。这个 p+4 文件的话，一般我们就可以通过 QGC， 就我们 QGC 不是有一个就是固件的，就是一个设置界面嘛，我们通过插拔，然后就可以进行固件的一个烧写。烧写你可以选择就是在网上下载，也可以通过就是我们自定义。然后自定义需要加载的就是一个点 p+4 文件，就是它的后缀名就是点 p+4 点 apg 点 bin 文件或点 ihx 文件。这有这些文件之后，它才能把就我们刚才编译生成点 p+4， 然后可以通过 QGC 把它进行固件烧写。当然你也可以，如果说有这个 p+4 编译环境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 make p+4fmu v5 default， 然后 upload， 然后把这个固件烧写进去。然后再往下的话，就在它这个文件夹下面还有一个 mulrb message，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一些 message 文件，然后会生成的一些头文件。然后头文件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头文件在我们的 p+4 运行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调用，比如说我会用到电池的一些状态，会用到相机的一个状态，也会用到空速计的一些状态，就需要调用一些 .h 文件。这些 .h 文件也是通过编译 message 文件，然后自动生成的 .h 文件。第三个就是 Mavlink 协议。然后 Mavlink 全称是就相当于是无人机之间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协议，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消息传输协议。然后它的一个格式，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V2 的一个固件，V2 的一个版本。然后基本上前面就是它的一些类型，像系统 ID， 还有模块 ID， 然后 Message ID， 然后以及它具体的一个数据，然后最后的一个校验位之类的。然后 Mavlink 的话本身也是支持2次开发的。然后 Mavlink 工具链可以通过指定的 XML 文件，然后生成支持各种编译语言，比如说 C、C++、Python 或者 Java， 就还是比较多的，像 iOS 的 Swap 之类的一些编译，它也是可以支持的。常见的地面站就是比如说像 QGC 或者 MP， 它本身也是就是通信也是通过 Mavlink。然后飞控像 p+4 或者是 APM 或者是其他的 Mavlink 系统，比如说 Mavrose 呀 MavSDK， 它都是可以生成的一些就是通过 Mavlink 库然后进行开发，然后做的一些相对于飞控来说，就转成飞控之间的 Mavlink 数据，就是飞控有一个它自己的数据库，然后转到 Mavlink 有一个数据库，然后 Mavlink 再转到 Mavrose 或者是 MavSDK 也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数据库。然后 Mavlink 基本上是遵循 MIT 协议的，然后也可以就是无限制的在闭源中进行应用。然后 Mavlink 的协议部分就是 Mavlink 这个文件夹的话，基本上包含了就是地面站通信的所有的库文件都在这里面，以及 Mavlink 内部的一些 API 接口，比如说你像各种飞机的一些数据的，就各种状态的一些定义，然后模式，然后状态、
定义的一些 API 接口都在这个文件夹下面。然后第4个就是它的一个 message 文件夹，然后 message 文件夹也就是 MIL-RB manager 的缩写，就 message。然后主要就是一个 P++ 系统所使用的所有数据结构的一个集合。比如说我们这里应该是列了就是所有的一个数据 message， 像这里的话就有一个飞行器的一个本地位置的一个 message， 这里面就会定义一些，比如说 XYZ， 就是我们本地下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坐标位置，或者说飞行器的一个状态是解锁状态，还是什么模式之类的，还有像一些其他的兴趣环绕点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航点跟踪的一个状态 message， 或者是飞行器的姿态，然后角速度，然后期望的姿态、期望的位置，然后 GPS 的一些数据。然后这里面也包括各种传感器的驱动获取到的传感器数据也在此，然后也有融合后的一个传感器的数据状态。然后在 message 文件夹就有一个 CMake_list.txt 这个文件夹，这个的话就是整个 message 的一个配置部分，就类似于 ROS 中的 CMake_list 的 txt 一样，我们一般就如果自己自定义创建了一些 message 之后，然后就需要把创建的 message 然后添加到 CMake_list.txt 下面进行直接编译，然后自动就会生成 C 或 C++ 下的一个标准图文件 .h 文件。这时候就和我们上面讲的 build 文件夹下面的 MIL-RB topic 就一样了，就因为 build 文件夹就是我们编译生成的一个文件，然后所以说的话 message 的话基本上就是负责进程间通信的一个消息集合，然后在创建私有任务时，然后也需要再次就是文件内部然后添加相应的一个数据结构，所以就会调用相应的 .h 文件。message 我们可以进行，就是我们可以进一个 message， 然后简单看一下。这没办法看。然后下面是一个